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0条票房破30亿，36岁赵丽颖暴露了，她才是85花中的野心家。今年的春节档电影真是热闹。宣发从年前就开始卯足了劲宣传，热辣滚烫有贾玲减肥做噱头，飞驰人生2有第一部铺垫，20条有赵丽颖、雷佳音、马丽加盟，可谓是百花齐放。其中20条作为一个不算喜剧的片子，是春节档中最独特的存在，题材特殊，且票房后来居上，还即将海外上映。并且还因为赵丽颖饰演听障人士而备受关注。听障人士是个极少被关注的领域，健听人很难深入理解共情，也不懂手语，所以表演起来难度极大。赵丽颖这次为了演好听障，也真是没少下功夫，妆造上素颜演出，一脸灰蒙蒙的演出饱经风霜的感觉。手语是专门学过的，专业程度受到听障朋友和六公主的夸赞。在片场，她几乎不说话，靠手语和表情与别人交流，时刻进入听障人士的状态，让别人感觉到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听障人。在情绪爆发的细节上，不看台词，不看前因后果，能感受到她焦急情绪的感染。一起拍戏的雷佳音和张艺谋都对她进行了高度评价，她的表现非常惊喜，她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。这次的赵丽颖挺稳，她再也不是那个彷徨在古偶、急于转型的85流量小花了。赵丽颖在85流量小花中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，相比同期85花，她的特点是起步晚，还草根，是地地道道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。早年是平面模特，在娱乐圈跑龙套跑了很多年，那会作为新人，她经历过底层小演员的痛苦，直到2011新版《还珠格格》的巧儿才让她崭露头角。而这会同期85花已经炙手可热了，把她甩开了一大截。杨幂04年就搭档刘亦菲演了《神雕侠侣》的郭襄，08年演的《红楼梦》和《仙剑》，09年就已经和黄圣依、王珞丹、刘亦菲被评为新4小花旦。攻大火的时候也2011年了，刘亦菲还不到20岁就站稳了脚跟。02年的《金粉世家》，03年的《天龙八部》，04年的《仙剑》，拍《神雕侠侣》的时候，杨幂还在给她做配。刘诗诗的《步步惊心》虽然火得晚一丢丢，但这会也2011年了，并且在13年就挤入了新的4小花旦行列。几位85花都可以说是发展的硕果累累，而这会刚崭露头角的赵丽颖，直到2015年才迎来花千骨，开始正式进入85流量小花的梯队。但这会的古偶已经开始悄然在走下坡路，观众越来越趋于疲劳，这对赵丽颖来说是不利的，根基未稳，口碑发展也是一波三折。因为说话过于耿直，曾因为中分就是杨幂嘛而得罪杨幂粉丝，被骂情商低下。然后因为跟经纪人闹矛盾被插刀，不但因为经纪人被判差点错失姗姗来了等资源，还传出赵丽颖曾是坐台小姐的黑料。直到很久以后，这件事才慢慢平息，最终以胜诉大白于天下。这会的赵丽颖处于一个红黑状态，喝口水都要被骂。不过红黑岛也算流量小花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了，有争议才有流量，包括杨幂、唐嫣曾经的4大流量等，一骑绝尘的代价往往都是伴随巨大争议。此刻的赵丽颖能怎么办呢？肯定是趁热打铁，变身拼命三娘，不断去拍戏和寻求更好剧本。除了电视剧，还开始拍起了电影，虽然水花平平，这也算一个很好的尝试了。这会的古偶市场已经进入了寒潮，加上85花们都不再年轻，都步入结婚生子的阶段，此刻的转型迫在眉睫。
杨幂拍了《我是证人》和《宝贝儿》，大宝贝一直综艺傍身，同时在努力洗白演技差标签，可最终结果都没如愿。刘亦菲作品不多，但资源比较好，签到了花木兰。唐嫣和刘诗诗都是主攻家庭，消息减少。赵丽颖这会做的很聪明的一件事，就是同时解决了结婚生子和开始转型的问题，并且成功填补生子的空白档。知否的转型，赵丽颖口碑不算最成功的，但也算成功爬上了转型的岸边，并且播出时间也恰到好处，正好在她休养生息的阶段，使大众看起来赵丽颖好像从来没离开过，一直在刷脸维持热度。除了知否，还有有匪也在加持提热度，这都使赵丽颖平安度过女演员最致命的空白档期。后续的作品也非常明显的看出赵丽颖要急于转型，并且多角度的挑战自己。先是紧随主旋律振兴乡村的思想，拍了《幸福到万家》，作品原型是秋菊打官司，内容还紧扣了一些民生热点，像大尺度闹伴娘，行为可以定义为 QJ 未遂，上大学名额被顶替等，都把现实里坑脏的外衣撕开，呈现在大众面前。这部戏的赵丽颖终于彻底摆脱了傻白甜，变成勇敢的当代新女性，敢于跟村支书打官司，敢于挑战那些不公平的风俗。面对男性强权，她敢于站出来维护家人，让对方道歉。面对女性的自我发展，不局限给自己设置农村媳妇家里家外那点事，而是有自己事业追求，没学历的村妇也可以当职业女性。此刻的赵丽颖变得成熟又立体，角色直面最原始的生活。这部剧之后便是《风吹半夏》，题材依然是主旋律类型，紧扣改革开放，讲述了女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风头上如何做生意的故事。这部剧不能简单的用真实和接地气来形容，它还是演示了很多人性的仇和恶，像一堆男企业家排挤女性企业家，而女企业家为了生意还是要笑脸相迎，甚至陪酒。还有为了低价得到贪图而恶意毁坏，但剧里安排了欧豪来当这个坏人。配角顶流王劲松也加盟，阵容也算豪华，妆造上也没开10级墨皮滤镜，能看出那个年代的质感。经过这2部剧的加持，从傻白甜到农村媳妇自立自强，再到女企业家，赵丽颖的转型算站稳了一半。但她更新的问题出现了，仅这2部还不够，并且起步晚的她还面临90后小花的资源争抢和后来居上。像杨紫一年比一年稳，正剧和主旋律也没少参与，春节档也开始有她。周冬雨也是年少有为拿了影后，并且周冬雨也在新的一波转型中。赵丽颖在奖项加持这块不算出彩，始终还差那么一口气。在抢占市场和资源争取上，并不会因为年龄而区分他们，赵丽颖还是需要更加突破的表现。这次的20条也算个新的挑战，并且从民生特点来看，这个角色还是非常拉好感的。赵丽颖这些年在圈里发展的很不容易，现在草根明星越来越少，她能从草根杀出一片天，就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存在。成名后这些年也没有飘，从剧本和角色就知道她绝对算85花中的野心家。路人缘越来越好，作品也越来越丰富。可路人缘越来越好，仅仅是靠作品吗？也不尽然。赵丽颖的成功还有个原因，正是因为她草根，面对小屏幕观众，大家更有代入感。芸芸众生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都是草根。很多人都跟赵丽颖一样，没有出众家世、学历，大学毕业后也都靠着自己在社会上摸打滚爬。为了获取更好项目，为了获取升职机会，社畜们开始996007的卷，想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站稳脚跟。可是谈何容易啊！就如年会不能停的火爆一样，大家都在这里读到了共鸣，
编剧懂了社畜，戳中心窝，真正去职场体验了一把，才能最终带动票房。我们普通人也跟赵丽颖一样，面对理想王国，不敢停歇，怕稍有不慎，满盘皆输。记得赵丽颖在采访里说过一段话：我也很想摆烂啊，我也很累啊，可我又不能，我只能强行坚持下去。说完这段话，她满眼泪水，屏幕前的我也满眼泪水。滚滚红尘中，我们谁不是如此呢？面对生存，生活又放过了谁呢？没放过我们，没放过赵丽颖，也没放过她作品的原型郝秀萍女士。赵丽颖说：谢谢你，让我短暂的成为你。希望郝秀萍经历的苦难到今年为止，明年一定是个好年。2024了，不光郝秀萍、赵丽颖，还有看到这里的你们，今年一定都是个好年。